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这个故事绝对要给大家讲一讲，太有意思了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个来自大陆的女警花嫁到台湾的真实故事，里面的曲折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红娘，见过各种各样的婚姻，但这个故事确实让我印象深刻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女主角小雨。小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姑娘，在大连市公安局当警察，人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1.7米的个子，穿上制服那个英姿飒爽，回头率100%，工作能力也是没话说，多次获得先进个人称号，是大家眼中的34，别人家的孩子34，但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。小雨的家庭背景很复杂，她爸爸在她10岁的时候因为一场车祸离世了，从那以后他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，为了让小雨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，他妈妈做过保洁，卖过早点，几乎是拼了老命才把小雨送进了警校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妈妈满手的劳检，那是我这辈子最心疼的东西。小雨曾经这样告诉我，等小雨工作稳定了，他妈妈却被诊断出癌症晚期，小雨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给妈妈治病，但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妈妈。妈妈临终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小雨能找个好归宿，不要像她那样辛苦一辈子啊！这个故事一开始就这么虐，姐妹们准备好纸巾了吗？说回正题，小雨27岁那年，单位组织去台湾进行警务交流，这一去就改变了她的命运。在台北的一次交流活动中，小雨认识了台湾一家科技公司的总经理阿明。当时阿明作为企业代表参加当地警民共建活动，两人因为一个安全防范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，谁知道这一聊就聊出了火花。阿明家境优渥，台大毕业，早年在美国硅谷工作过，后来回台湾创业，事业有成。他长相斯文，说话温柔有礼，与小雨直来直去的东北性格形成鲜明对比。但是正所谓相反相吸啊，两个人竟然意外的聊得特别投机。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半夜3点，从社会治安到人生理想，再到各自的家庭背景，感觉遇到了知己。小雨回忆道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交流活动结束后，两人开始了跨海峡的网恋，每天视频通话成了必修课，有时候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说说话。3个月后，阿明专程飞到大连见了小雨的朋友和同事。哎呀，这进展也太快了吧！我当时听小雨说起这段经历，简直觉得像是偶像剧情节。但是好景不长啊，当两人把恋情告诉各自的家人时，遭到了双方父母的极力反对。阿明的父母听说儿子交了个大陆女朋友，而且还是警察，立马就炸锅了。他是不是冲着我们家的钱来的？大陆女孩不都是为了台湾户口吗？警察，那不是红色背景吗？会不会有什么目的？各种质疑接踵而来，婆婆甚至直接对阿明说，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大陆女孩想方设法嫁到台湾来？她们不就是图我们台湾生活条件好吗？你这么优秀，台湾女孩子随便挑，干嘛非要找大陆的？这种刻板印象真的很伤人。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，认为大陆人都很穷，女孩子嫁到台湾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。殊不知，现在大陆的发展速度多快啊！很多城市的生活水平已经不输台湾了。小雨听到这些话，心里难受极了。她虽然不是家财万贯，但工作稳定，收入不菲，从来没想过靠嫁人改变命运。她爱阿明，是因为欣赏他的为人，而不是他的家产。与此同时，小雨这边也不轻松。她的亲戚朋友听说她要嫁到台湾去，都劝她三思。台湾那边对大陆人歧视可严重了，万一去了以后受欺负怎么办？那么远，有什么事都没人帮衬啊。最让小雨犹豫的是她舅舅说的一句话，你是警察，身份特殊，万一他们只是想套取什么信息呢？天哪，这个疑虑可不小啊。毕竟两岸关系复杂，小雨的职业确实敏感。他开始怀疑阿明是不是真心的，还是另有目的。就这样，两人的恋情陷入了低谷。小雨甚至一度想要分手，他给阿明发了一条长信息，也许我们真的不适合，你我之间隔着一道海峡，不仅是地理距离，还有文化差异、家庭观念的鸿沟。我不希望未来的生活充满猜疑和不信任。阿明收到信息后，
二话不说订了最早的一班飞机飞到大连。他带着一束花出现在小雨的单位门口，当着所有同事的面单膝跪地，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。我不在乎你来自哪里，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我只知道我这辈子遇到你是我最大的幸运。如果连这道坎都过不去，那我们的爱情又有什么意义？我相信只要我们彼此信任，彼此支持，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服的。这一幕被小雨的同事拍下来发到网上，一时间点赞无数。视频下面的评论清一色的支持这对跨海恋人，真爱无国界，帅哥配美女，天作之合啊！支持小雨姐姐勇敢追爱。阿明的真情表白打动了小雨，两人决定不管外界怎么看，坚定的走下去。但是双方父母的阻力依然很大。阿明想了个办法，邀请小雨去台湾玩一趟，顺便见见他的父母。他觉得只要父母见到小雨本人，一定会被他的真诚和优秀所打动。说干就干，小雨请了年假，跟着阿明去了台湾。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，小雨感到既紧张又期待。他对台湾的印象大多来自电视剧和新闻，实际看到的台湾却远比想象中丰富多彩。台北的街道干净整洁，人们彬彬有礼，到处都是便利商店和特色小店。小雨惊讶地发现，台湾的交通虽然有些拥挤，但秩序井然，夜市热闹非凡，但没有乱扔垃圾的现象。服务业的人员总是面带微笑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台湾真的很美。小雨由衷地感叹道，他特别喜欢台湾人那种慢生活的态度，不像大陆那么快节奏，处处都在赶时间。但是和阿明父母的见面并不顺利。阿明的父母住在新北市的一栋别墅里，环境优雅，家具考究。第一次见面，他们表面上客客气气，但言谈举止间透露出的疏离和防备，小雨都感受得一清二楚。晚饭时，婆婆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台菜，边吃边试探性地问小雨，听说大陆现在发展得很快啊？小雨点点头，是的，这些年确实变化很大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台湾呢？大陆不是挺好的吗？婆婆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质疑。小雨深吸一口气，平静地回答，我来台湾不是因为台湾比大陆好，而是因为阿明在这里。如果他在大陆，我也不会选择离开。爱一个人，就是愿意为他走到哪里都行。这番话说的阿明心里一暖，但他父母的表情却更加复杂了。饭后，阿明的父亲单独找小雨谈话，开门见山地问，你是公安，来台湾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任务？小雨听了这话，又气又好笑，伯父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基层民警，平时工作就是处理些居民纠纷、社区巡逻这类事情。我和阿明的相识纯属偶然，真的没有什么特殊目的。阿明父亲盯着小雨的眼睛看了半天，似乎想从中看出什么端倪。最后，他叹了口气说，阿明是我们的独子，我们只希望他能过得幸福。如果你真心对他好，我们也不会反对。但是跨海峡的婚姻真的很复杂，你要想清楚。这次台湾之行虽然没能完全打消阿明父母的顾虑，但至少他们不再强烈反对了。小雨也借此机会深入了解了台湾的文化和生活方式，更加坚定了和阿明在一起的决心。回到大连后，小雨开始认真考虑未来的事情。如果要嫁到台湾去，她必须放弃自己热爱的警察工作，这对她来说是个巨大的牺牲。而且在台湾重新开始，语言虽然相通，但文化差异、生活习惯的不同都是需要适应的。小雨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闺蜜，闺蜜说，你要想清楚，嫁过去就意味着要重新开始。你在这边有稳定的工作，有自己的朋友圈，过得也不错，值得为了一段爱情放弃这一切吗？这个问题小雨思考了很久很久，最终在经过近1年的异地恋后，小雨和阿明决定结婚了。他们先在大连举行了婚礼，小雨的亲友们都来祝福，场面温馨感人。然后两人又去台湾办了一场婚礼，规模更大，阿明的亲友几乎全到齐了。2场婚礼的风格迥异，大连的婚礼热闹欢快，充满了东北的豪爽，台湾的婚礼则精致典雅，处处体现着细节的考究。小雨穿着2套不同风格的婚纱，惊艳了所有人。婚礼后，小雨正式辞去了警察工作，办理了去台湾的各种手续。临行前，单位的同事们为他举办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，大家依依不舍，互道珍重。我一定会常回来看大家的。
小雨红着眼睛承诺道。就这样，小雨带着满腔的爱意和对未来的期待，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航班。谁知道，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生活呢？婚后的小雨很快发现，融入台湾社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虽然同说中文，但台湾的用语和大陆有很大差异。比如大陆说垃圾桶，台湾叫垃圾桶；大陆说土豆，台湾叫马铃薯；大陆说洗手间，台湾说化妆室。这些小小的语言差异，一开始常常让小雨闹笑话。更让小雨不适应的是台湾人说话的方式。台湾人说话喜欢绕弯子，表达的含蓄委婉，而小雨习惯了东北人的直来直去。有一次，婆婆做了一道菜，问小雨好吃吗？小雨实话实说，有点咸。结果婆婆脸色立刻就变了，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明显不高兴了。后来阿明悄悄告诉小雨，在台湾批评别人做的东西要婉转一点，即使不好吃也要先说好吃，然后再委婉的提建议，比如下次可以少放点盐，可能更好。小雨听了哭笑不得，这也太难了吧，我们东北人就是有啥说啥，多直接啊。阿明笑着搂住她，慢慢来，总会适应的。除了语言和沟通方式的差异，小雨还面临着身份认同的问题。在台湾，大陆新娘这个标签带有某种刻板印象。尽管小雨受过高等教育，曾是一名人民警察，但在一些场合，她仍然能感受到异样的眼光。有一次，小雨陪阿明参加公司的家庭聚会，遇到一位阿明的同事，得知小雨是从大陆嫁过来的，立刻好奇地问：哎呀，你是大陆来的啊？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阿明的？言下之意，仿佛是在问他是不是通过某种婚介所嫁过来的。小雨尴尬地解释自己原先是警察，通过工作认识了阿明。那位同事听到警察二字，表情更加微妙了，看向小雨的眼神中透着几分警惕。警察？那很特别耶。他干笑两声，话锋一转，开始讲别的话题。这种隐隐的不被接纳的感觉让小雨很受伤。明明他和阿明是真心相爱，为什么要被贴上这样的标签？婚后，小雨和阿明住进了阿明父母家附近的一套公寓里，每周总要去婆家吃几次饭，而此时的相处更是让小雨倍感压力。婆婆对她总是客客气气的，表面上看似和蔼可亲，却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。小雨能明显感觉到婆婆对她的一举一动都充满防备。你今天买菜花了多少钱？你怎么又买这么贵的化妆品？你怎么总是跟大陆的朋友视频那么久？婆婆的这些问题，表面上是关心，实则透着浓浓的质疑。小雨心里苦笑，自己在大陆当警察时收入不菲，从来不靠男人养活自己。来到台湾后，虽然暂时没工作，但阿明给她的生活费从来没动用过。她用的都是自己的积蓄，可婆婆似乎总觉得她是冲着钱来的，这让小雨很是委屈。阿明对此也很无奈，他安慰小雨说，妈妈那一代人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很早以前，她需要时间来改变看法，你多包容一下她。小雨点点头，决定用行动来改变婆家人对她的看法。婚后第3个月，小雨开始积极寻找工作。但台湾的就业市场对大陆配偶并不友好，许多工作都有隐形门槛。小雨曾经应聘过安保公司、保险业务，甚至幼儿园老师，但一听说他是大陆来的，对方往往立刻变得冷淡。你们大陆人真的懂台湾的服务精神吗？一次面试中，面试官直接这样问他，小雨哭笑不得。服务精神不是应该放在全人类身上的共同价值观吗？为什么要分大陆人、台湾人？面试官没再说什么，但小雨知道自己又一次被拒绝了。连续碰壁后，小雨开始思考是不是要转换方向。她想起自己在警局时积累的经验，或许可以利用这些专业知识做些什么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小雨在社区论坛上看到有人发帖求助，说家里老人总是接到诈骗电话，担心老人会被骗。小雨想起自己在大陆警局工作时处理过不少类似案例，于是详细回复了预防诈骗的建议。这个回复获得了很多点赞，还有人私信小雨，希望他能到自己的社区给老人们做防诈骗知识讲座。我可以试试，小雨欣然答应了。第一次讲座效果出奇的好，小雨用生动的案例和通俗易懂的语言，向台湾的老人们讲解了如何识别电信诈骗。
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。讲座结束后，纷纷向小雨询问各种问题。这次讲座的成功给了小雨极大的信心，他开始在各个社区义务举办防诈骗讲座，慢慢的在台北地区小有名气。一家社区服务中心甚至主动联系他，邀请他定期举办安全防范知识讲座，并提供一定的报酬，这简直太棒了。小雨激动地告诉阿明这个好消息，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。阿明为小雨感到高兴，但婆婆听说后却不以为然，就这点小事，值得这么高兴吗？小雨不想和婆婆争辩，只是笑笑说，能帮到需要帮助的人，我就很满足了。随着小雨的讲座越办越多，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，一些社区的老人们甚至亲切地称呼她为小雨老师。有一次，一位老奶奶拉着小雨的手，感激地说，多亏了你的讲座，我差点就被骗了200万台币。小雨的讲座还吸引了当地媒体的关注，一家台湾报纸以大陆警花为台湾老人撑起防诈伞为题，报道了小雨的故事。文章中提到，小雨原是大陆警察，通过与台湾男友结缘来到台湾，如今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台湾老人防范诈骗，深受社区欢迎。这篇报道一出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一方面，很多人为小雨的故事感动，认为这是两岸民间友好往来的生动例证。另一方面，也有人产生了疑虑，怀疑小雨有特殊身份，借防诈骗之名行其他之实。他为什么这么热衷于了解台湾老人的情况？他到底来台湾做什么？诸如此类的质疑在网络上甚嚣尘上。这些言论很快传到了阿明父母耳中，原本对小雨态度已经有所缓和的婆婆又开始疑神疑鬼起来。她甚至偷偷翻看小雨的手机和电脑，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内容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阿明一次偶然发现婆婆在翻小雨的抽屉，顿时火冒三丈。婆婆支支吾吾地说，我只是帮她整理一下东西。阿明一眼就看穿了婆婆的谎言。妈，小雨是我的妻子，不是什么间谍，她来台湾完全是因为爱我，你为什么总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？婆婆被戳穿后老泪纵横，我只是担心你啊，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都在传什么？说她是被派来的，我们家又有钱又有地位，万一她真的有什么目的怎么办？阿明听了这话，又好气又好笑。妈，你真的太高估我们家了，我们家在台湾算是小康，根本算不上什么大户人家。小雨自己在大陆当警察时的收入一点都不比我低，她根本不缺钱。还有，什么叫被派来的？您看电视剧看太多了吧？这场争执最终以婆婆的妥协告终，但小雨和婆家的关系却陷入了新的紧张状态。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一个意外的夜晚。那天，阿明出差不在家，小雨一个人住。半夜，她接到婆婆慌张的电话，小雨，救命啊！你公公突然胸口疼，说不出话来了。小雨二话不说，立刻开车赶到婆家。她发现公公脸色灰白，捂着胸口直冒冷汗，症状看起来非常像心肌梗塞，快送医院。小雨果断地说，婆婆慌了手脚，可是救护车要多久才能来啊？小雨立刻做出决定，来不及等了，我开车送去。她一边扶着公公上车，一边给婆婆简单交代了几句，准备好公公的身份证和健保卡，然后锁好门，我们在医院会合。整个过程，小雨表现得冷静而专业，完全是警察处理紧急情况的作风。到了医院，医生确诊公公确实是急性心肌梗塞，多亏送医及时，经过紧急手术，终于脱离了危险。谢谢你，小雨。婆婆握着小雨的手，诚恳地说，如果不是你当机立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小雨摇摇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公公是我的家人，家人之间本就该互相照顾。这件事后，婆婆对小雨的态度彻底改变了，她开始向亲朋好友夸赞自己的大陆媳妇如何能干，如何贴心。原来那些怀疑和芥蒂，在真情实意面前都烟消云散了。阿明回来后，听说了这件事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他紧紧抱住小雨，谢谢你这么爱我和我的家人。小雨抚摸着阿明的脸，傻瓜，你们就是我的家人啊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雨在台湾的生活越来越顺利。他的防诈骗讲座不仅覆盖了台北，还扩展到新北市、桃园市等地。一些学校甚至邀请他去给学生们上安全教育课。
小雨的事迹被更多媒体报道，她也从最初的大陆媳妇变成了两岸交流的民间使者。她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言而喻，她是来用爱和行动消除隔阂，搭建两岸民间友谊的桥梁的。小雨的婚姻生活也越来越甜蜜，阿明事业有成，小雨找到了自己的价值，两人互相支持，互相理解。婆婆从最初的质疑到现在的视如己出，常常向邻居炫耀，我儿媳妇可不得了，以前在大陆当警察呢，现在是台湾老人的守护天使。2年后，小雨顺利怀孕了。得知这个消息，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每天变着花样给小雨煲汤补身子。老人家都喜欢孙子多于儿子。小雨笑着对阿明说，看来我在婆婆心中的地位要被超越了。阿明吻了吻小雨的额头，傻瓜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宝宝出生后，婆婆彻底变成了一位慈爱的奶奶，整天围着孙子转。小雨生完孩子后，婆婆坚持要她在家休息坐月子，自己包揽了所有家务。你瞧，婆婆抱着孙子，满脸幸福地对小雨说，她的眼睛像你，鼻子像阿明，多可爱啊！小雨听了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曾几何时，婆婆还把她当作心怀不轨的大陆媳妇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一家人。这一年，台湾废除了对大陆配偶的许多限制政策，小雨终于可以正式申请成为台湾居民了。拿到居留证的那一刻，小雨激动地落泪了。这不仅意味着她的身份得到了认可，更意味着她在台湾的生活将更加便利。我现在终于是名副其实的台湾媳妇啦！小雨兴奋地对阿明说。阿明抱紧了她，不管有没有那张证，你永远是我最爱的人。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，小雨和阿明经常带着孩子回大陆探亲。大连的亲友们看到小雨过得幸福美满，都为她感到高兴。而阿明也逐渐爱上了这座海滨城市，甚至考虑在大连开设自己公司的分部。两岸一家亲，阿明常常这样说，我们家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小雨的故事也鼓舞了更多想要跨海恋爱的年轻人。他经常收到两岸青年的咨询信息，询问跨海婚姻的各种注意事项。小雨总是耐心解答，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出来。真爱是不分地域的，小雨在一次访谈中说道，但跨海婚姻确实需要双方更多的理解和包容，文化差异、家庭观念的不同，都需要用心去沟通、去适应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带着刻板印象看待对方，要真正敞开心扉，相互了解。5年后，小雨在台湾成立了一个名为两岸一家亲的公益组织，致力于促进两岸民间交流，消除隔阂与误解。他还特别关注大陆配偶在台湾的生活状况，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、就业指导等帮助。小雨的公公婆婆成了这个组织的忠实支持者，他们经常参加小雨组织的活动，和大陆来的年轻人聊天，分享自己从偏见到接纳的心路历程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真的很抵触。婆婆在一次分享会上坦言，总觉得大陆女孩嫁到台湾来是图什么？但是小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，爱情是最纯粹的，不掺杂任何功利色彩。现在我为有这样的儿媳妇感到骄傲。婆婆的话引起了现场热烈的掌声。小雨的故事，从她到底是来做什么的质疑，到成为两岸民间友好的使者，这一路走来，有泪水，有欢笑，更有满满的爱与希望。其实我来台湾就是为了爱情，为了和相爱的人在一起。小雨常常这样说，但我没想到，这份爱不仅仅限于我和阿明之间，它已经扩展到两岸的许多家庭，这让我感到无比幸福和满足。各位亲爱的听众，小雨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多年的红娘，我想说的是，真爱确实能跨越一切障碍。两岸婚姻虽然面临的挑战更多，但只要双方真心相爱，互相信任，尊重对方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，这样的婚姻同样能开花结果，幸福美满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